大家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就会有前途。他的书里面真的是有钱。哇，书里面还有钱哦！哇，你打到的钱比我多哎。嘿，看看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哎，4个人，小孩子很可爱哦。我们都睡在一起，房间是我们的小天地。4个人睡在一起，那不是很挤？怎么可能？你好，我是燕，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老大今年11岁，老二今年8岁，还有老幺今年4岁。孩子其实对这个房间有很多埋怨，他们觉得有一点窄，而且他们觉得没有他们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想要给他们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也希望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空间。Hello， 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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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我家。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房间，我们走吧。好，来看看。哎，为什么这边有一张书桌，还有这么多书本在这里的？因为孩子很多，而且书很多，房间已经放不下了，所以就放在这边。房间放不下，那里面应该很多东西是吧？来我看看，真的吗？有那么夸张吗？这个房间给我第一个印象呢，没有很乱，东西也没有很多。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要让4个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哦，你们总共4个人睡在这个房间？对，就你跟你的3个孩子。对，最大的是几岁？11岁。哇，已经很大了嘞。然后最小的呢？4岁。都是男的还是女的？2男1女。哦，其实没有很方便哦。对。因为你就表示在家里就2男2女了。对。因为孩子最大那个已经小5的话，他很快就长大了嘛。对。所以这样子睡在一起的话，其实我没有觉得很方便哦。对。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因为我妈妈身体不是很方便，然后我爸爸也是生病，也是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搬来这边，为了方便照顾他们。而且孩子的学校也在附近。所以说我就是比较好奇啦。我现在这样看到这边有2张床，就表示2个睡上面，2个睡下面吗？是这样子睡的？其实有4张床。哪里？这个还有2个，还有地板。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放在地板。对，然后这边铺一个，这边再铺一个的意思。对，就1、2、3、4，4个。其实住在这个房间挑战性挺大的，因为如果一个要读书，而另外一个要睡觉的话，就会影响到对方。而且如果半夜其中一个要上厕所的话，也会影响到睡在地上的人。如果上面的要上厕所，不是要爬过你们了？对。哇，这样真的很麻烦呢，不容易。然后已经这样麻烦了，你还摆了这么多东西，这一堆是什么东西？谁的东西？多数是我的，还有一些小孩子的玩具。你的？你的什么东西？我可以了解一下吗？我的书，这个是我出嫁前都在这里读书，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全整理。所以这些书本是你的，不是你孩子的？都是我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很多漫画也是你孩子的。没有，是我的。漫画是你的？对，是我的。哇，你还那么少女战士，真的是，真的是很久以前。真的这些是哇，以前哇，真的是我的年代的书哎，这个我突然间很有哇还有颜色的，这些你读的？对，还很有收藏的价值哈，这个，所以这些书是不可能丢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收到现在？原因在哪里？纪念性哦。以前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这些书我喜欢的我会在里面藏一些东西，比如书签啊，还是一些情书啊，甚至收一些钱的。你有这样的习惯吗？有一些有钱在里面。真的有钱的？真的有钱。说现在你不懂哪一个是有钱的？不懂。哇，好，到时我们请那个收纳达人来之后，收到钱是我的谁收到是谁的你为什么收钱在这里呢？是一种习惯啦，因为我父母也是会喜欢加钱，就是收集的，不要它皱，所以就会放在书里面。主要是不是说收私房钱的意思就是只是放一些钱在里面这样子的说每一本书都有吗？还是只有在漫画而已？多数是在漫画，因为我懂漫画不会丢，其他的就多数没有。所以这样一眼看过去，从那边到这边所有的书本有58%是你的了，可以这样讲吗？差不多。对吗？反正小孩子的书呢，小孩子书本你摆哪里？有一些在这里，等下就是没有位置了，我就放外面。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外面那一堆书跟是小孩子的，我明白了。然后这边的玩具是最小的那4岁的，就这些是他的玩具。这个是妹妹的，
妹妹的，她几岁了？妹妹？今年小2 8岁。8岁应该也不玩这些了吧？她偶尔会玩，跟弟弟玩。如果真的不需要的话，妹妹会舍得把它捐出去吗？可能不太愿意。所以你跟她商量的话，她会有机会把它完全捐出去的吗？要跟他问他一下了，可能要跟他谈一些条件。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为了是要给他更宽敞的一个房间的话呢，有些东西真的不可以留在房间，我们必须要把它捐掉或者是丢掉的。好，那 OK， 我比较好奇的，除了这4个人在那边睡，那小孩子他们在那里做功课读书的？这边呢，这边有个桌子，所以他们要读书的时候，我可以把床拉上来就可以了。这个床可以弄上来的？对。OK， 等一下我过去，我要拉开看看。所以除了在这里，那么还有在那边外面上读书。对。然后你呢？你自己本身呢？比如说我这样看你应该是有点打扮的，感觉你还蛮爱美的。那你自己本身要怎么在那里打扮？你没有一个梳妆台？没有梳妆台，把我的首饰和一些保养品就是这样放，因为没有地方放梳妆台了。这个，对，就是这个。所以我看到这个很可爱，这个是一些护肤品跟一些化妆品，是你用的？对，是我用的。你是怎么用？你都没有镜子，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去有镜子的地方弄了，然后再推回来。突然间跑进来，好可爱。所以你就这样推进推出？对。你没有一个所谓的梳妆台？没有。哎呦，够啊！这个桌子呢？这个不是梳妆台的，这个桌子是用来做什么？本来是想来这边做工的，就是电脑，因为我察觉这些可以在这边做工。所以你现在没有用到了？比较少。比较少哈。对。然后刚才你说小孩子念书这个什么桌子在哪里？我不明白。怎么弄？我修给你看。OK， 这个要搬走吗？不需要。不需要。对，不需要。所以你每次他们要做功课时，你要做这么多的大动作去搬那个床上来啊？还好啦，只是不好意思，因为玩具有点多。你都知道多哈。这个应该是你的女儿的吧？应该不是你的吧？你不要跟我讲是你的。我的孩子的，他们很喜欢玩具。是这样子，玩具很重哎。然后可以锁。原来这个还可以这样子。好了。说可以至少2到3个人坐在这边读书，稳吗？稳。这个设计还 OK 哦，是之前你自己想出来的吗？对，就是想说完全利用这个空间，可以给他们读书，也可以给他们睡觉。对，不然我的位置很有限。OK， 现在我想问你，对未来的房间有什么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4个人可以睡的，有一个睡觉的地方，人可以给孩子有一个读书的地方，给我一个做工的地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再有一个玩乐的地方。对，因为老人家老了，有时候他们，我不是很希望他们去外面吵他们，所以希望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可能4人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那边玩。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的一个小梳妆台。不然推来推去。听起来5个功能呢，睡觉 OK， 做功课、玩乐地方、梳妆台，还有你自己要能够办公的地方哦。对。这个对设计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但是我对他们是有信心的。这个交给我，交给他们。还在做梦啊？今天的工程不一般了，主人烟有个很大的要求，希望我们把他的房间呢发挥到最大的用途啊。这个你就不用担心，有我这个大助理在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重点是designer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在那边。快点，在等什么？我是 Mark， 设计对我来说是通过细微的观察，善用不同元素，打造宜人的环境。我觉得呢，他的房间里头真的是有太多东西了，就比如他的玩具啊，他的书啊，这样一看起来就比较像个游乐场。OK， 来，那怎么样？第一个感觉，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很乱，没有储藏空间。为什么这么多东西？为什么呢？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这边4个人住。4个人。OK， 所以东西会比较多，然后设计规划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这里还有玩具，还需要放衣服，还需要放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有一点凌乱。我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你真的辛苦你了，真的不容易。4个人，人家设计1个人的房间，现在4个人的功能，而且都是小孩子，对不对？小孩子。对。燕，你觉得你想要一个怎么样的房间？最重要就是有一个舒适的地方给他们睡觉，睡觉可以读书，可以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小空间可以给他们玩耍，然后还有一个空间可以给我办公跟maybe 化妆。那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他们通常读书跟玩耍都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对，下面有一个桌子，所以是可以拉上来读书的。
那我做了很多集哈，很多集的房间都是最多2个人睡，多数是1个人的，这是要4个人的，因为我觉得4个人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以你的专业，你觉得4个你会怎么设计它床？大概做这种 double deck 的 bed 像这样子，那 double 就只能睡2个人啊，剩下2个可以人呢？做大的，做 queen size 的。重要是要主人开不开心，喜不喜欢这样设计。孩子们是很希望跟我一起挤的，只要可以4个人在一间房间的话，其实我的问题都不大。对，所以那个床会也有收的吗？收起来了吗？还是没有？最好就是不要啦。其实它那个要是你这样做，收起来它也是浪费空间的。因为等一下我要睡觉，现在他在那边读书，我就头痛了。OK，那讲到读书，哎，以前你读书的时候，你自己在房间读书吗？有，我在房间读书，可是我房间有一个桌子，就是特地读书的，用来读书的一。张桌子给1个人吗？1个人呢？那要做4张啊？不是吧？没有啦，我觉得2个就够了。 2张啊？可以轮流。这个怎么办？2张书桌，你想你会怎么设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看可能可以做那种藏在衣柜里面的那种。不要的时候放进去，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哈。其实你看，你身后这样看它烟的后面这个整个书橱啊，它其实基本上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那个一整排的书橱。现在这些橱都是买的嘛，所以其实他们只是到这里而已，所以它上面其实可以放更多。哦，有道理，就是因为之前在做大的话，就高一点就可以放更多东西哦。所以至少有好好利用这些空间嘛，对吗？没有浪费掉。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不要深色的，因为要适合孩子可以读书，所以尽量浅色。你喜欢什么颜色？我是无所谓，孩子呢？孩子老大喜欢红色，老2喜欢粉红色，老3喜欢黄色。好了，我看你脸已经开始很紧张了，我不要再问你了，不要再有压力，但是我绝对你有信心嘛，交给你了 ，OK？ 加油！好，可以。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房间是要给4个人睡的，房间的位置也很窄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设计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期待，我要看他怎么做出来，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我是欧阳浩山，收纳是一门整理生活的艺术，把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是我的使命。给你介绍，这是主任燕哈。Hello， 你好，你好。不要笑那么多啊，等一下你就知道啊。今天不是收1个人房间哦，是4个人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哦，4个人哎，他还有3个孩子。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从功能开始哦。这个房间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睡觉、睡觉来，休息啦，休息啦。还有呢？读书，然后还有玩耍，是3个功能而已吗？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办公的功能。哇，还有办公啊所以办公呢，我们其实办公跟读书可以跟读书是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是大差不多一样人办公，小孩读书。对 ，OK。好，还有一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对，他需要在哦他自己妈妈还是爱美的，对你看他一个小小的化妆空间给他是非常重要的哦。对，就是要提醒自己哦，东西收在这里一定要符合这4个功能。我们从现最多东西的一个种类开始，身后就是书本吧？对了，书本。其实书本占据这个房间的位置很多，我们就来慢慢筛选好不好 ？OK， 先从这边开始吧其。实这些书本都是你用的吗？还是你孩子们用的？都有哎。哎呦，好辛苦啊！我慢慢拿拿下很多灰尘呢，给这个灰尘是夸张的多的，看到吗？厚厚一层。啊，吓人！可以拿来吃，拿来吃。然后要做松粉，是不是你没有抹一下？小孩子在睡觉要干净一点。这边会比较多灰尘，因为很靠近。你天天抹就不会有灰尘的，不要找借口。因为这边有掺杂大人跟小孩的东西。大人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看自己有没有在使用。如果没有在使用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直接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如果是参考书本，我们可以收在外面。好的啊，因为这不属于就是休闲我们需要的东西。好的，明白。 OK， 好，单这个格子里面的书，我们就分成了3堆，对不对？这边是所谓小孩子的，就是你孩子的。对啊，来，我们看一下《弟子规》有多少本。哦，其实它重复蛮多的，对就是一本《弟子规》呢，其实有很多，就是有时候收集《弟子规》来干嘛？教孩子啊，教他们念，然后有一些是有卡通的，然后可以给他们看，然后给他们认识到一些华文的文化。可是我们不用收这么多吧？对吗？不需要收这么多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 collection 很好，我们就是收集很多东西。可是因为空间上面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哎，宁愿是给孩子玩耍的空间，你收多几本书，孩子的玩耍空间就少多少。好的，明白。可以哦。那我们可能从这边筛选一下，好吗？好不好？这个我们交给你选。然后这边呢？这些都是课本。课本的话，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现在是有在用吗？还是已经是过了这个年龄？现在在用，因为我的老大对小5。
这小五课本肯定是要小五课本，对。然后就是有些 hobby，就是爱好啊，这些做手工啊，下厨啊，食谱啊。我们还有在做这种手工吗？应该是没有。没有用，我们就捐给有需要人啊，对不对？像这个呢，这个是好像一些食谱，你还要的吗？我还要，我还会 OK， 好，食谱应该有吧，对不对？哇，英文字典。没有，这个是手语哎。为什么学手语？以前就好奇，就有空就学。哦，你还蛮好学的哦。因为刚才你有看到他还会驾巴士，他还会学手语。对呀，蛮多东西啊，他学巴士。这个船，等一下，你会开船？我会开船。你会开船，又会驾巴士，然后你又学手工，又做手语，你也太厉害了吧！烟留下的爱好的物品其实还是有点多。那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还要做2次的取舍。我们帮忙把那漫画，这类漫画不是给他孩子的，是他的，自己的，是他自己的。哇，很多。哇，书里面有钱哦！为什么你的书里面会有钱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书中自有不是，对，真的有的，而且还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也在出这个，人家在收，这个可以卖的。我也是有，但是这个还不是很值钱，还有更旧的。哇，你找到的钱比我多哎！你们聊，我的1块，我看总共有多少钱在里面呢？我有捡了10块钱，哇，你找到的钱那个价值越来越高啊！下一个就是50块，等一下就100、1000万，哎，又有钱，哇，真的是到处都有钱的。时间表，这不只是在书本的，到处都有哎。因为可能是钱太多，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啊，所以有时候贼进来的时候呢，他的钱要找比较难找。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对，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到现在的？这一批应该是小学的第一批看的漫画。哇，哎，对，小学到现在保养相当好，而且它有用一个 plastic 包住它的封面的，这是保护书本，爱书之人才会这么做哈。这如果要送走的话，会很心疼，对吗？可是我们在收纳的时候有空间，我们才把这些东西放到房间里面。好，现在珊已经教你怎么取舍这些物品了。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分工合作处理这个橱柜 ，OK？ 来 ，Let's go。OK。看一下有什么。哇，这个是你的。对，手语的。手语的 crossword puzzle， 厉害，这个真的厉害。好，我们接下来应该处理什么？接下来这里，我清理这个地方呢，所以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拉过来。这些东西把它拉过来。这些都是你常用的吗？对，这些都是我常用的。我觉得一个女人呢，你也是女人，一个化妆台、梳妆台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她没有嘞，她就这样然后用这个来当做她的梳妆台。找到更多东西，还有。哇，还有啊，新的内有钱新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没有打开的。你看，我们先不要讲新的，我们先讲旧的。旧的这些都有用了吗？都有用的我。哇，你还真会护肤哎，护肤哎。这样多的这些护肤品可以收吗？还是真的需要取舍一些？其实护肤品我主要讲的就是收这些额外的备品哦。请不要收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罐它上面是有开封之后你可以用多久的，对，一旦开封过后，比如说它这边只标明6个月，你一定要在6个月用完。好，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就要把它丢掉，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已经过期的护肤品擦在脸上，它就会变成过敏嘛。而且我随便拿一罐来看，已经有一个是过期，2014年1月多。看到吗？今年你说这个应该很久以前，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嘞。所以珊就讲对，不要是买新的东西，对，还没有用完，而且一罐有时可以用将近1年半的，有些护肤品可以用1年多的了。就像珊所说的，你看你这样买了3个，它的截止日期是2025，你能在2025之前用完3个吗？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重点是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教他怎么样取舍。比如说这些有灰尘的，我会问说，哎，是不是开封很久了？开封很久了，如果是有变质啊，或者是变卡了啊，我们就把它送走。好，来，为什么这么多香精？这边还有啊，这些香精香油，你通常会在房间里这样喷吗？还是怎样？对，因为我的女儿她其实之前她的肺比较敏感，你知道为什么肺敏感吗？应该没有打扫那个。对呀，你就知道了，灰尘造成你的女儿肺敏感吗？所以你觉得用这个能够去掉她肺部敏感吗？其实真正是要清理灰尘。平时用精油的时候只用1-2滴嘛，或者是最多给你每天晚上都用
一段时间，可是不会用的这么多。好，明白。 OK， 我是觉得这些如果能到自己筛选的话，这些呢，我觉得不要了，重新用新的就好了，好像因为应该很多年了，你看这些盖子都变黄了，对分分钟它的味道已经完全走了。看这里全部都是黄色。是，我真是比较好奇，我看到这边一堆这样，再看的都是一些玩具，我觉得是时候我们要请你女儿进来了。好，请你的女儿进来啊！来。OK， 很多人都讲嘛，小孩子是不会讲骗话的，对不对？啊，什么有话就直说，对不对？你叫什么名字？新蕊，你好。OK， 现在妈妈什么话都不可以讲啊，我要问女儿啊。请问这个房间的东西是你的比较多还是妈妈的比较多？妈咪。妈咪讲是你的东西多很多玩具和书本是不是真的？不是。这些玩具是你的吗？你身边的这些玩具，后面这些是我们就这的， OK， 哪一些是你的？来，你说，拿出来，全部拿出来。这个是我的，好，还有呢？这个是我的，像多个，这个这也是就放上来，这边也是。这个是妈咪的，妈咪的，你看小孩子是没有讲骗话的，从开始到现在，妈咪没有讲，所以我玩具是他的。等一下我才问你，慢慢审问。你还有哪里有？你要去哪里？床底还有啊，小心你的头啊！会掉下来。哇，整个爬进去。讲骗话啊！这个为什么是你的？ OK， 我的孩子每一个都有那只牛，然后为了跟他们一样吧，又要突出，所以我就拿了2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个枕头来的还是？一个枕头，还有一个被。对，是被来的。对，打开这个变成被 ，OK 了，不错啦，还不错一物二用这个还不错。哇 ，OK， 来放下来。来，请问你知道什么叫做断舍离吗？你不懂对不对？很自然。OK， 现在我们请3来教什么叫断舍离。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在这边？全部。全部。 3，你完蛋了3，现在你要教他断舍离。来，你要听姐姐跟你讲话。那我们这里呢，因为这边我们要跟狗狗、跟弟弟share，对吗？空间对吗？我们没有办法收这么多东西。断舍离呢，就是你必须要留可以你把一自己喜欢的点点留给我们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就喜欢他们。都喜欢哦。有天天玩吗？真的吗？你每天玩你看妈妈的脸。那请问这个白兔呢？我去弄这里就给了。打耳洞的时候，为了要给小孩子开心，打耳洞送他这个白兔。对。那这个是别人给的，那个人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它送给别人好不好？对啦。OK 啦，我送掉给有需要的妹妹，要不要？一个而已吗？一个而已，可以啦，好不好 ？OK， 不然你要 OK， 不然这样子我再给你留到一个，好。好，这样大个适合男孩子玩，这个很粗鲁，你看，它会打到你的脸，你看。我们送给别人，不用睡觉，这是男人的东西，男孩子，你是女孩子吗？我喜欢每个人都就是一种鲨鱼的这个类我型。也喜欢鲨鱼。 OK， 我们不要讲，我们只要送出去5个就好了，可以吗？5个就好。就比如这些，可以吗？可以送出去吗？对啊，你在做一件好事哦，好不好？可以吗？啦。你坚持是不想送，是什么原因？这个2个很可爱，很可爱，这2个很可爱。然后这个呢？这个很大，我喜欢。你觉得他？我他只要这样讲，我的心就软掉了。我觉得今天比较累的呢是汉伟大哥，因为我发现到在说服那位小妹妹的时候呢，他真的是要讲很多话，而且要想尽办法怎么去说服她。最终呢，我发现汉伟大哥真的是很有耐心。这个是妈妈买给你的吗？什么时候她买给你的？我不知道。妈妈，你也有点小奇怪，你就知道你房间的空间不是很大，你为什么买这么大的玩具给他玩呢？其实之前还没有这一堆东西。妹妹，听我说，来，这个是要认真做决定，坐在这边哈。我跟你换一个条件好不好？这间屋子呢，我们捐掉。我答应你，我买一个小间的屋子给你，很可爱的屋子，我买给你小间的就好。这个我们捐给别人，可以吗？可是我要去那个房间。你要 keep 那个，你要 keep 那个放进去。OK， 我们 keep 一个小张的椅子跟一个这样的椅子给你就好，其他的我们不要，好不好？可是那个被掉。可是如果我们送给别人的话，他是需要有一些furniture在里面。因为我买的也是会有furniture小的给你的，我们交换条件好不好？拼卡了，你跟我讲拼卡了，你喜欢对不对？玩拼卡。 OK，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我们现在马上勾手指，我们把这个捐给别人，然后买一个小间的拼卡乐屋子给你。等一下。 小孩是有自己的意见和自主能力的，东西的去留可以尽量让他们做决定。
大人可以给一些指引和限制，像是控制他们物品的数量。我一定要跟你确定一样东西做好，说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买一间小间的屋子给你，这间我们捐出去给有需要的人。 It must be at least this tall. This top 啊，这样高哈。艾德，你买了玩具给他如果矮一点点，这样可以吗？一点点就好，不会差太多。OK，promise。对，哇，很好，好了真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用一点小小的条件，让他取舍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了。这个可能要慢慢去学习，好，好不好？所以这个小帮手， OK，小帮手哇这个可以帮助。哇这个差不多是一个小孩子的床的 size 哎，那个对，哇，这个真的是。一路这样收下来呢，我觉得其实他是有想要把这个房间整理一下的。就我说了，他没有这个知识，他也不懂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3来到的话呢，的确是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他取舍也蛮快的，他没有想很久，他只要清楚的话呢，其实就能够让他有个很好的空间，让他们享有4个人的天伦之乐。 要设计一个给4个人睡的房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请问你怎么应战？为了解决他们4个人睡觉的问题，我会设计了一个双层双人床架。那你会用什么风格来设计他们的新的房间？我会用日式原木风格来设计他们的房间。这个风格的特别就是它是原木色，它不会五彩缤纷，线条也很简约。让人家一进房间就觉得特别舒服，对吗？对。 这边的出到这边的时候，这边妈，我问你啊，烟的房间那么小，要住4个人，还要有不同功能的需求，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新的5金配件来融入它的设计，它的房间。哦，来，好吧，走。这些5金配件就可以让烟的生活更加方便。 啊，这个我是有看过，电动吊衣杆，对不对？按钮之后呢，它就会升跟降，非常的方便啊！你看这样对不对？我知道。等一下，它还有多一个功能哦，哦，它还可以用声音来控制的。怎样 Hello Leaf。Leaf up。是吗？是不是很神奇？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配件你要介绍给我？好像这些可以吊裤子的，这些就比较省空间啦，因为你对拉出来的时候就很方便，放回去的时候又不会占到空间。对，还有这种可以放篮子的，哦，真的很多哦。还有这些可以放领带，这些小墨镜啦，这些比较小的东西对。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桌子，猜一下这个桌子在哪里？啊，这个我知道，难不倒我。Hi table out。啊，那个科技没有这样好啊。哦，没有。你猜一下那个桌子在哪里？是不是在里头啊？因为大多数的东西都很省位嘛，所以哦，是不是这个？是，对了。哦，拉头完，好，这个是它的脚，所以它的脚是这样拉下来，所以这个你这样拉上来，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翻了咯。这个桌子。烟跟他的孩子可以拿来读书，也可以拿来吃饭。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平时没有用到的时候呢，它不会占到这些活动的空间。那这个桌子坚固吗？这个桌子是坚固的，它可以承受大概100公斤左右啊。哦，那这样你坐下去试一试。我才60而已。燕，心情如何？很紧张，兴奋吗？很兴奋，很期待，对不对？起来。 OK， 妹妹，你觉得怎样？要看到你的新房间了，开心吗？开心要很兴奋起来。想不想进去里面玩？想吗？想啊 ，OK。你拿一束花什么意思？在跟他求婚了。这是你的钥匙，开门的钥匙。哦，这边有这个锁匙给你开房门的。好来，我们进房。来，我们进去看。请进。在
怎么样？我从你眼睛里面看到泪水了，是不是很感动？我也被感动到哎。来说说你的感受，怎么样？很焕然一新，真的哦，喜欢这个感觉吗？喜欢。有没有很期待跟孩子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很期待有哈，对。妹妹啦，问妹妹，妹妹你一进来就没有讲话，你感觉怎样？说说你的感受，你看到这个房间，你觉得怎么样？喜欢吗？很喜欢哦。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你哪里？床啊床。床啊，OK，给你上去玩玩，也上去坐。哎，妈，真的不错了，哦，这是妈的功劳啊，妈可以好好的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一个设计吗？这个双层双人床架，哦，上面可以睡2个人，下面也可以睡2个人。我现在感受到你的孩子有点开心，因为2个可以睡上面，然后2个睡上面。你要睡哪里？你要睡上面还是下面？上面。上面啊！哇，来，给你上去。而且我觉得到时候孩子们长大之后还是有位置给他们一起睡在一起。我发现到那里有2个洞，是有原因的吗？这个洞其实第一是给灯光进来哦，有采光可以进来啊，不然的话等下里面很暗嘛。第二就是他们小孩子嘛，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钻出去的。改是你长高的时候没有位置，你脚可以伸出来，还有位置给你睡。而且我觉得第3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说妈妈在那边做东西的时候，哎，可以稍微瞄孩子在床上做什么东西，那也是好朋友整天跑来这边了，对不对？哎，我真的很期待过去那边呢，因为我觉得那边更多惊喜，对不对？啊，对。来，我们过来看看，来，过来这里。哎，你这样看到好像一副什么东西，对吗？对。啊，这个是吊衣架。吊衣架。哦，真的，打开给他看。来，我们看看。真的很特别的，我们看一下。OK。这个是第一个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计？啊，这个可以给小孩子用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电动的嘛。对，它可以这样，然后就可以升上去。然后如果你不是很高的话，你可以顺手的这样放上去，很方便。哇，这个是方便很多，因为有时小孩子拿不到的话，这个就可以帮到他们拿这个。你很细心耶，而且很省空间也是。是。然后第2个惊喜又是什么呢？镜子。这是什么？镜子？个镜子。哦，为什么镜子设计在这里？通常我们的镜子可能在门的后面呢，打开就在后面，或者自己买一个。为什么设计在这里？因为这个镜子可以转动，甚至如果你这边有位置的话，你可以坐在这边这样。哎，不错，示范一下，对，可以吗？示范一下，因为他个子小嘛。对。他个子这还真的可以。你拿了，妹妹也出来。妹妹，看一下。你 look at the mirror。哦，小心。哎，还真的可以容纳2个人呢。哎，这个设计真还不错，不过要小心点哦，一个镜子。啊，这个设计你会喜欢吗？很喜欢，很新颖。这个橱门是给烟的，然后中间这个橱门是给小孩子放衣服。请问这个橱门又有什么惊喜呢？书桌在哪里？书桌在这里。哇 ，surprise！ 怎么拿出来呢？这个就要这边拉出来。哇，可以那么长的？对，很好啊，可以容纳他们一家人全部坐在这里。我跟你讲，把这个板打开，哇！你跟你孩子可以坐在这里用餐啊，你教他们功课啊，这里真的很方便。哎，这个真的有给到我惊喜，什么感受？很开心，因为明年我的老大就小6了，所以有一个桌子可以给他固定的读书还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啦。是，对，真的。那这么多惊喜，请问这边还有什么设计吗？这个设计就是这个玻璃哦。有什么特别？这个玻璃是排骨玻璃，它是若隐若现的。为什么做若隐若现呢？因为要是你的东西乱，你又看得到又看不到。要是你放透明的玻璃，你会看到很清楚是里面很乱，就可能隐隐约约这样看不出很乱。还有这边的全部的木板是 Eco Plywood，是低甲醛板，可以放心的使用。听了我也不要放心了，你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对不对？对。这么多年的困扰啊，没有地方给孩子玩啊，不能够好好陪孩子读书啦、睡觉啦，这几年真的辛苦你了，我很了解的，真的。所以现在妈给了你一个这么完整的房间呢，你可以说说你的感受吗？很欣慰，也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很安心的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也有他们可以玩乐的空间、读书的空间，就不会互相打扰。如果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小小空间的话，对，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的设计，而且我做了一个小礼物来感谢你的设计，还有你的用心。哇，真的很用心，你也很用心。在哪里？礼物在哪里？哦，你看，哇 ，What is this？ 这是一个 Terrarium， 我自己亲手做的，而且也是用 recycle bottle， 所以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象征。对，谢谢你，很有心的，谢谢你，谢谢你。真的要感谢妈，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头能容纳那么多功能。可是现在有了这些功能之后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收纳了，所以我们要有请珊来教我们。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珊。珊，
你看到这个新的房间，感觉如何？跟之前的房间不一样啊？啊，对，迥然不一样，真的是吓到。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先从护肤品开始护肤品好。那护肤品我们就分使用中的跟备用品。这个是备用的，哦，你已经分好了。啊，使用的。哦，你已经分那个，哇，你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就说护肤品，透明的盒子，你可以清楚看到。然后呢，应该把它摆放在哪一个位置？就把它摆放在这里，因为这些瓶子比较高嘛，所以它应该摆在往后面的位置，因为这样子就很容易拿取了，对吗？而且它是半透明的，所以隐隐约约你还是可以看到，因为你熟悉你用的东西。对，OK 好，然后这个摆放在哪里 OK， 这个就摆放在前面。 ？OK 请问备用的又要怎么样处理？能不能整箱就放进去就好了？是可以的，但是我有准备透明的盒子。哦，透明，对对对。这个透明的盒子呢，你可以清楚看到。透明的还是比较实际，对不对？比较清楚看到里面东西。对好，可以。而且这个有好处是比较高，因为它的橱柜的高度是比较高，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到橱柜的高度，不要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全部都放在这里，都不用分类了嘛，对不对？不用了，都是大概怎么用？对，就拿下来看一下哦，我要哪一些？对，可是当然是把同样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备用的话，给你会放哪一层？应该是最高那层。为什么放最高那层呢？因为要用的时候才去拿，不然它就会破坏掉我平时要用的空间。对，他想法其实是正确的。来，他们最高就你了啦，还有多所？以真的是放在最高了。一山还有一山高啊！来，小心小心啊，灯啊！小心啊，小心。所以这边我们处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做还有做什么化妆品。哦，还有化妆品哦，我都忘记这边还有个化妆品，忘记了。哎，我感觉这化妆品它好像已经分类好了嘞，它摆到很整很齐了。整齐啦，是吗？还是不够好？ OK， 你拿那个绿色的上来。对。哎呦，这个那么特别，这个法宝。化妆刷要以大小来分类，比较粗的呢就往后放，比较细的就放在前面，是因为这样子才容易拿取。接下来棒状的化妆品呢，因为会被消耗掉，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最前面，方便使用时拿到自己想要的颜色。太好了，开心吗？开心。哦，开心哦，不用像以前好像卖点心这样推来推去，跑去外面哦，就在这里哦，拿的东西径直在这里，这样照一照就好了，对不对？对。所以烟的化妆的部分我们已经处理好了，现在我们处理是什么呢？看来你还有很多手势哦。还有哎，没完没了，还有很多东西哦。哎，给我感觉这个好像已经收纳好了嘞。啊，对。是吗？你自己收的啊？对，我这是自己。哎，还不错哎。哎，真的，我这样看，我觉得收纳的整整齐齐，而且又是透明的。你看，打开给大家看看。哎，你这样拉出来就看到所有东西了。真的不错哎。因为我应该讲说，我重新认识他嘞。从我第一天搭进这个房间的时候，看到房间这么混乱，我会觉得哎，又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不会收拾的一个妈妈，懒惰或者是没有时间。其实不是，是可能环境跟情况不允许他去收拾。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环境的话，他是可以收拾到整整齐齐。其实你是可以做得到，对不对？是没有那个环境跟机会给你这样做哎。对。哇，我现在觉得这个房间给他，他一定很开心的。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收的。自己收。哎，很厉害哎。当然，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收纳达人讲。像这样子的话，还要提出什么要求呢？其实烟收纳首饰的方式已经是很好了，可是因为它所用的收纳盒没有办法充分的利用到橱柜的深度，所以我推荐它利用另外一个收纳盒，这样才会更好的使用空间，东西也比较容易拿取。而且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空间深度决定说用些哪些工具，不是说这个工具一定是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可以用得到，要考虑到橱柜的深浅。如果像这种类型的话呢，就不太适合了。所以这边我们应该放什么呢？我们过来看看，这边的橱柜不一样了。来。若隐若现的东西哦，让人家感觉是有很神秘感嘛，对不对？为什么今天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书本不是第一次收了嘛，对不对？但是要在若隐若现的这个橱柜里面收是一门功夫，对不对？对。你摆得不好，哎呦，就很难看。书本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收藏才是最好的？先说到书本了，因为它书本有不一样的 topic， 所以我们就要分关于这种 topic。比如说这个是吃饭食物的，再分类。然后我们这个是做织手工的。好，我们再稍微分类。我们来分类一下。书本嘛，这么多个架子，我们摆放在哪里才是最正确的？因为妈妈是家里成员最高的，
所以我们就给它最高的位置。这边啦，大概这边，所以它这两个可以拿，到这这两个两个，然后然后剩下最上面的就是收藏性的书本，哦，然后下面这上一个做什么呢？下边是大儿子、女儿和小儿子。哦，你这样子分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橱柜，然后他们自己可以自理。所以跟这高度一起啦，所以拿的时候也是方便一点，对不对？对，10年后就要换了哦，儿子会长高的哦。儿子放在妈妈儿子放在上面，比妈妈高要移哦。放在这下面就好。好，没事，我们以现在来说哈。我们分类了之后，可以按照高度整齐的摆放在橱柜里面。然后同样高度的，比如说这两个同样高度的，我们就先又再分颜色深到浅。这样子才会好这看。边还有一本小本的呢，特别小本的那个对，也可以。也是放在前面这一边。我们先拿一个挡书架，现在固定了挡书架之后，即使我们把一本书拿出来，它就不会东倒西歪了。好，珊宁教你了嘛？现在如果用这一堆书，你会怎么摆放？看你怎么做。来，来。重点是哈，这个是我们打开橱门时候看到的书本。我刚才说了，若隐若现很重要，最重要摆进去以后，让人家视觉上是舒服的，对不对？请你们两个出来一下，我们把门关上好不好 ？OK， 先关上，那么站回我的位置。看一下来，怎么样？视觉上来，哦，哎，是 OK 的哦，真的不错哎。你看，单单这一堆哦，你就很漂亮，那个苹果不同颜色这样子哦，感觉上是视觉上是舒服的，对，就不会乱七八糟了。OK， 所以腌的东西算是处理好，对不对？现在，哎呦，我还没叫牛进来下了，我现在你知道到你了哈。他知道到他的时候是小孩子的东西的，小孩子的东西真的很难收，有玩具了、书本一大堆，怎么办啊？那如果书本的话呢？现在你已经学到了吗？怎么去摆放它，怎么去收纳它？那就由你来教妹妹们还有弟弟怎么去摆放。好的。 OK。那玩具呢？就要做玩具了。玩具就是你的工作了嘞。你的玩具，你的玩具在哪里？我们拿起来。哦，这里。哦，在下面呢。哇，你比我还厉害。又有另外一个法折叠式的盒子。OK， 为什么折叠式？来，好们讲一下。因为你不要用的时候，你把它折起来、收起来也容易。哦，怎么放呢？都可以让丢进去的。随便。 OK。哇，因为这是妹妹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第二个，不必要盖着，没有盖也没关系，比较容易取，因为这样就可以放进去了。你的方法就是说，希望把这些 soft toy 都收在橱柜，而不是摆放出来，对不对？对因为之前他们是开放式的，对吗？妈妈让孩子随意的摆放在床和地上都有，对，是吗？他还有他自己的收纳地方哎，这是他秘密基地。哦，他已经霸占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是他的空间。哇，真的是乖的嘞，这个妹妹是乖的哈。所以你满意吗？满意吗？之前你摆放那个玩具这样乱摆放不是很好，对不对？现在这样的收纳方式你喜欢吗？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好习惯？要记得啊，所以以后妈妈叫你怎么收拾，你要懂得怎么收拾，懂不懂？啊 ，Promise？ 耶！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很感谢你们帮我设计了这么美的beyond 我的 expectation 的一个舒适环境，然后我也很期待说接下来的每天的日子可以跟我的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美丽的回忆在这个房间里面，而且我有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哦，又有小小礼物送给我们了，在哪里？哦，你要小哇，你厉害哎！我觉得这世界上哦最有心的礼物哈，就是亲手做的。对，真的，我们收到你的心意，谢谢你。但是我们呢，我做人也是这样子，我答应东西也要做到。你记不记得上次在这边的时候，你有一件很大件的纸物，那个物纸，你自己的物纸，我们不是捐给别人的咯？我说过买一件物纸给你，你还记不记得？我现在送你一个物纸好不好？真的哈 ，OK， 我拿进来给你看啊。当当！哇，这个我们送给你。开心了呀！哎，他不要抱我，他抱玩具 ，OK？OK， 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实现愿望呢，一家人呢开开心心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好好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 ，OK？ 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会回来突击检查。那如果不过关的话呢，我们就会把你的家具全部搬走，还有这个玩具。所以你要好好照顾哦，要维持这个地方，帮助妈妈收回东西 ，OK？ 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哎，你有什么东西？哦。写的，你画的 ，Thank you。我这个是谁？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哇，真的，哎，真的长头发。哎 ，Thank you so much。来到。This crazy
我喜欢这个房间，谢谢大家，我会保持这个房间。今天珊教我的，我都有好好学习。我会利用他所教给我的知识，好好的收纳、整理，让我的孩子有更舒适的空间长大。接下来，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有更温馨、更美好的回忆在这个空间里。燕一个人带大3个孩子的话，我觉得是真的不容易的。我也从他的孩子，尤其他的大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得出那种喜悦，因为大儿子一直不想上镜，也觉得很害臊。但是你看他进到房间的时候的那个眼神跟那个笑容是骗不到人的。所以我不懂了，我觉得我们制作组真的帮到他们，我比任何人都开心。